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嗨，大家好，我是达飞。上一次我们这个钢弹1页开始啊，已经教大家怎么进行刻线改造。从最基本的这种刻线加深，甚至到直线的新增刻线，还有曲线的刻线，我们都有介绍一个非常基本的操作流程给大家。就在这个钢弹1叉改造的第1集，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欢迎去这个连结看一下第1集。那今天我们请了达飞老师过来，一定是要帮我们介绍更厉害的进阶技巧了。没有啦，这很简单的。我跟你讲，你的简单是我的困难。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只要碰到电就害怕。第一个，我怕被电到；第二个，他在焊接的时候有高温，我怕被烫到。那达飞老师，我们第一关就教我们这个已经有现有这种斧头改造的这个套件，对，怎么样接到这个机体，然后让它顺利的发光呢？这很简单，因为这个灯板啊、线什么走线都帮你做好了吧，所以我们只要拿一个这种3V 的纽扣电池，我们先试试看它会不会亮。红色的线就是正，然后同色的线就是负，然后把它捏起来。这样不会被电到？不会，这样不会被电到。你看它这样就亮了嘛，因为它电流很小，所以不会被电到。一辈子要自己这样握着？不用，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这种电池盒，对，这到处都买得到。然后我们就把电池盒跟这个斧头正负焊在一起就可以了。怎么焊？我们就拿烙铁嘛，这边有个烙铁，刺猬棒的无线烙铁，然后这个烙铁有个重点就是要搭配这种65瓦的充电头。不然它的电量会不够。那设定的温度大概要设定到几度？设定大概270度左右就好了。然后那更高更低会怎么样？更低的话可能会没办法把这个锡融化。更高的话，因为它这个锡它是金属嘛，一直加热它会氧化，然后就死掉。对，它就变质，你就会无法让它顺利的粘在一起这样子。那焊的流程是怎么样？焊的流程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锡吃上去之后。吃到烙铁上，对，它就会在烙铁上变一个珠珠，对，然后我们就碰这个线，那个珠珠就会锡就会对粘上去的，然后在另外这边也是一样，把锡粘上去，它就两边吃锡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再把两边这样子碰上去，2颗锡珠就会吃在一起，对，它就是溶解了、融化了嘛，对，然后就会吃在一起，这样就焊接好了。那听起来真的是蛮简单的，好像可以试试看，可以。好，那我们上次在做这个的时候啊，那阿志上次他是把那个线藏到机体里面，所以他是在这个手这里，他先用我们那个 M3 电机加那个 CKC 的砖头钻了一个很小的洞，然后从洞走过去。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当你们用那种很小的砖头的时候，一定要选品质比较好的，然后最好戴一下护目镜，口罩也戴一下，以免那个针断掉的时候弹上来。那我们这边用的那个 CKC 的砖头，它的品质很好，它很小，但是其实它蛮耐的，只要你是直上直下，它就不太会断。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对准，你一定不要插下去的时候在里面转弯，那一定会断掉。对，那一定会断。好，所以你一定要直上直下这个操作技巧要注意，然后品质要选好一点。对，然后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们要钻之前先用刻针在那个点定位一下。对，那一定要用 MAD 的，对，才会准，对，不然你一定会装歪。那可是这问题来了上次你的这个电池盒很明显的比这个小，所以它是另外一种电池嘛？对，它这个是充电电池在里面。我是建议它就是一手藏一个东西嘛，右手就是斧头，左手就放电池，对，一样都是线都是从这个手走上来，对，然后我就请它就是到身体这边中间集合，然后在开关这边集合。这里还有多焊一个开关。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是不用一条线就这么远拉过来。对，我们找个地方集合，这就叫合线。我觉得以完全不敢碰电的人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那因为这太简单了，所以我就挑战一个比它更困难一点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钢弹1页开始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还坚持的要做这个作品？因为我第一次在那个 Netflix 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惊呢。因为他不是有一只眼睛被打爆嘛，当当当当当当，砰！然后另外一只眼睛红眼，亮红色，然后跟鬼一样。我一直觉得那个画面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跟帅气。然后于是我就衍生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它可以亮灯，而且只亮一颗。亮一颗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没关系，我教你。对，很简单。那上次达菲老师就来协助我，并且教我怎么完成，我们就分享这个过程给大家。第一阶段还是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红色的零件挖眼，我就会了。因为挖眼就是我们就找合适的尺寸的雕刻刀，然后先把那个轮廓压出来，压出来再用对应的尺寸在那边挑，然后钻洞，把多余的肉挑干净。那一定要想办法挖出一个可以放一个 LED 跟接线的一个空间。好，那 LED 跟接线这个我会哦。空间你会挖吗？空间我会挖，而且 LED 接正极跟负极我也会。现在都会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嘛，就是在 LED 上面左边一点一个吸珠，右边一点一个吸珠嘛。对。然后在正极的线跟负极的线都点一个吸珠，大家摸一下，它就上去了。再来还是这个开关呐，跟阿志那个就不一样，对不对？这开关跟那个开关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哦。就是电感材料包里面都有附。哦。是一个小的直播开关这样子。那很方便呢。但是我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用的是这种。这个叫什么电池？也是纽扣电池。这也是纽扣电池，但它这是一个1.5伏特而已，所以就用两个3伏。对，两个3伏。啊，这是用热缩套把它套起来。对，这个是用热缩套把它套起来，然后前后把它焊起来这样子。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电池的形状跟前面的这个是不一样。好，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作品好看呢？就是为什么我会设计成这样？就是我们希望这2颗纽扣电池啊，到时候是塞到它这个背包里面的这个零件，刚刚好又那么不刚好，差一个0.5 mm 的间距，而这个间距呢，让我们花了30万。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胶条，所以小杨老师花30万去开发胶条。开模，胶条是用开模的、哦。胶条它之所以会成为胶条，它一开始是塑胶粒子，也是跟米一样，就是你必须买很多这个米，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炉子里，然后这个炉子它会加热，那它怎么样变成你喜欢的形状呢？要有一个模具摆下去。对，它有一个模具。那我们要开一个很细的模具，然后它就全部把它高温挤进去，挤进去以后，它就会像上厕所一样，就开始挤。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东西一直把它往前抽，很长哦，3米这么长，然后再切断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来把它剪断，然后每一条去平剪成你需要的这个长度跟尺寸。结果电改单元最难的是射出胶条。我们跟疯了一样为了掩盖住这个空间，去花了这么多钱开这个胶条。那这个胶条一旦这个拓宽了，它原本这个不就放不进去嘛？对，所以它也要拓宽。所以底座你也拓宽了。对，你看这里我也塞了胶条，让整个都0.5延伸出来嘛。那都延伸出来以后，它这里一定会有一些阶梯嘛。那我就用宽刀把它缠，让这个东西可以完整的放进去。那以后维修的时候，这电池万一没电了，我请达菲老师来的时候，这个拿下来还是可以拿出来，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换掉。因为我一辈子可能就只改这一颗灯，我会好好珍惜。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哦。虽然听起来这个逻辑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3伏啊？为什么一颗 LED 灯是3伏？为什么我红眼是3伏？我中间要不要接电阻？我这里面有接电阻，对不对？上次我帮你搭配电阻。为什么要接电阻？因为它的工作电压其实是2.2而已。这个我就真的听不懂。白色啊、蓝色、绿色，或是暖白这种的紫色的 LED， 它们工作电压都是3伏特。然后如果是红色、黄色，它的工作电压是2.2伏特，所以我们要加一个电阻来限制它的电流通过，不然它会烧掉。对，不然它会烧掉。3伏怎么变2.2？它就是因为它有你不会，它有一个固定工作的电流，都是20毫安培，所以我们就要用3伏减掉2.2是0.8，然后0.8去除以20毫安培就0.02嘛，然后就算出来你要用多少。那所以算出来是多少？我按一下计算器 ，V 等于 IR， 对 ，V 等于 IR 去算的。那0.8除以0.02，40伏特就可以了。40欧姆。
40欧姆啊，不好意思，40欧姆，对的店主的单位是欧姆，对，算出来就是要用40欧姆。所以你帮我装了一个40欧姆的店主。目前是帮你装50的，超过一点点没关系。哦，它的亮度就会暗一点点这样子。哦，那刚刚好，因为我希望它若隐若现，有点恐怖又有点不恐怖。好，所以店主如果越大，我的亮度就会越小。对，我们可以加大点没关系，但是不够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烧掉这样。哦，那千万不能烧掉啊！我们改的这么辛苦，它烧掉就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都会加电阻，像这个斧头。你也有加，里面它其实已经有加好电阻哦，难怪它不用加。对。好，那你看，经过达菲老师这样的介绍，我们第2张图，我们还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 LED 在这里嘛。对。那有先配一个电阻，然后再接到开关，然后再接到电源，所以它还是一样用着这个烙铁以及锡。那这个 LED 灯是我们的基本电改材料，里面就有了，这里有一包。哦，这个。对。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下方资讯栏里面具体附什么，因为里面很多颜色啊，基本大部分都是50颗嘛。对，50颗，每个颜色50颗，你可以玩一辈子的电改，几乎用不完。这个东西你们去那个电子材料行买，虽然都是买得到的，但是因为你买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完。对，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大家做这个练习，那我们帮大家配好一些这个材料包，然后大家可以买到一个够你练习的数量，够了。这个基本款的就也算是介绍完了。对，这是最基本的。那你今天又带了一个这个 PG， 我就是钢弹。对，人天使。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吧。在正式开始介绍这个帅气的作品之前，我想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这个光固化胶套组到底是要干嘛的？我们的工具的品项的增加，来自于我对模型知识的成长，以及这个对需求，因为我的需求越来越多元。我以前从单体的制作，开始逐渐的不满足，因为我觉得单体我已经做到不能说极致啦，但是也没几个比我厉害。对，冠军家没有，拍什么？臭屁一下啊！就至少我研究科线已经研究到显微镜里面，那改造什么的我们都玩的连解体将就没改过了嘛。对，好，那单体玩完，拼装模型玩完，我难免想要帮它加一点点情境，例如说场景，例如说沙啊、海啊，或者是小地台，简单的地台。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来教我灌水，就是灌这个亚克力，然后我们就准备那个小的木头的底座，然后连了4块这个亚克力板，然后我问他说，那这样怎么粘？到时候还可以拆开。他说要用 UV 胶，他要用什么？你看，我们就出了。然后这个很贴心哦，里面还附你一个比较平价版的灯，所以你不用再另外买，就买回去就可以直接用。买胶送灯，然后它还有很多功能。结果这个一买之后，上次我们那个灯啊，我在粘的时候，我很怕用瞬间胶它会白化。对啊，这个 UV 的不会白化。对，然后我就用那个 UV 胶去粘住我那个单眼的灯，效果很好，它还可以保护那个线。如果你怕线把它扯下来的话，你可以点点 UV 胶套在上面去做强化。对，也可以顺便当个绝缘，加强固化跟绝缘的功能，这样子。对，那像这个东西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作品的需求已经又更增加了，而且未来啊，我跟各位讲，我们会推出很多场景相关的耗材，因为我现在已经每天在家里拿着那个笔在画画，然后种草、种花，这样以后每一支都要做场景。不会，反正我就是已经往别的方向去努力了，所以各位观众也会跟着我们频道一起成长，从单体、从刻线、从改造、改灯、加灯，然后到小的情境，我们的频道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各位也会越来越进步。像现在我们就要进步到另外一个次元了，这个我这辈子没看过，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就是多加了一个萤幕而已。对，这个很简单做，很简单。其实这个我可以把这些线什么都藏在里面，完全可以拿起来，连电池都坐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个做法。对，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像我们买 PG 能天使的时候，对，它本来就有灯组了嘛。对，虽然说现在灯组绝版，但是我们有 Cosmos 的可以装灯组可以装。对，所以我们这些眼镜啊、传输带啊、旁边这个电容啊，然后甚至连后面这个旋转的那个太阳炉啊，对，这些灯效全部都是 Cosmos 原本的。哦，我说你就照那个说明书嘛，连走线都不用想。OK， 那他还是没有这个荧幕啊？荧幕我们就这个刚好是那个魔光行刘大出的。刘大真的是个天才哦，真的，其实这个你要自己找来做，蛮复杂的，但是他就是帮你准备好这个荧幕了，但他就是帮你把这个线的节点放大，所以你要看得变得比较轻松。你买了这个板子，他已经帮你把板子设计好，对，然后你只要把烙铁，跟前面讲的方法一样，焊接到这个晶片上嘛，就是荧幕。这稍微进阶一点点。对。像 Cosmos 它本来就会有2条线接出来的，然后它也是一样走这个支架藏进去嘛，然后它下面就会有一个电池盒，这个盒子里面还有含晶片然后我就是把它的晶片拆掉，换成那个刘大的晶片而已。为什么你现在电池盒打开里面没电池，但是它灯是亮的？因为我插 USB 啊。真的，各位觉得这简单吗？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最炫，然后但是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做成的。你只要把这个放到晶片上就完成了。我觉得算超级简单的。我这个我真的不好意思哦。而且你也不用长线啊。各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好。我终于知道大家在看我们介绍刻线的心理是什么感觉。就是不是很简单吗？刀子放上去，塑胶上就会有一条线出来。然后你刻了一条，不就几百几千条都会刻？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么简单。那你既然会刻直线，你就会刻凹槽；你刻凹槽，你就会挖洞再塞改套，对不对？你会塞改套，你就会做设计、做布线，然后做大改、做模改。你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简单。那但是你看，对我们来说接一颗灯这么困难的事情，然后到你接一个这个晶片，然后你也说这么简单，但是确实原理就是这样。只要你愿意从最基本的套组，对，你先从简单的试试看嘛，先会焊接啊。所以大家只要愿意投入，回来练一下。其实我电改一开始就是玩那个逆钨钢嘛，逆钨钢不是有精神感应孔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晶片，还有就总共有40几个位置要加灯，就开始练习。其实我做完那一次的时候，我就蛮会焊接的，因为你要焊接40个那个 LED， 然后加线，就变专家了。对，所以你们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嘛。不对，我第一颗是做的萨克啦，只要一个眼睛会亮。对啊，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个眼睛。那我们最后啦，我们现在好好欣赏一下这个你改过的这个 PG 人天使，我觉得好炫炮哦，真的蛮炫炮的。我这样一次一次的被你推坑，我真的觉得我对电改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也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电改材料包打开来看每一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进阶打开来看每一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实际看，实际操作其实就真的没有那么难，然后真的要多几次才敢去挑战你这种比较炫炮的改造。那如果说我真的实际练了，也还不懂，还有什么机会学习吗？如果大家真的还不懂的话，那我可以开个课程，实体的。这太好了。那什么时候会开？现在还不确定啊。如果大家很有兴趣的话，来有粉丝团留言嘛。如果人够多的话，我就来开。其实我们光前面准备这个电改材料包，一切只是因为我想改灯的，然后我们就准备了几百套。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达菲老师如果可以开这个课程，我第一个报名啦。好，我就去现场支持你。各位观众呢，如果你们真的希望可以来上达菲老师的课程，请在下方踊跃的留言然后去订阅达菲老师的频道。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是不是想做那个 NGX 的攻击自由的改灯？那就没有人招待。对，如果有人
有这个代工的需求，可以找达菲老师魔改。好，我跟各位说，第一堂课刻线，第二堂课电改。那电改完，我们再对外观还会有一些细致的改变、细致的追加。好，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来教这个蚀刻片的应用。好，例如说有这么多的蚀刻片，这么多的造型，我们要怎么样的很漂亮的贴上去，然后很好的应用，把它做成一个加分的点缀物。那你又会刻线，又会改灯，又会追加细节，那你的作品就会越来越棒，甚至最后我们给一个小地毯。那这个钢弹一叉的教学单元会不断的延续下去，也请各位先订阅起来啊。那今天的简单分享就到这边了，然后欢迎大家订阅 MAD 的频道跟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这真的很帅耶。对啊，你到底是做模型是从什么阶段开始的其实我大学毕业啊，那时候就有次去逛那个书局，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看到 Double， 那时候 Double 刚好上映，然后看这只蛮帅的，就买回去开始做。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粉丝团嘛，那时候那个阿水的那个对，然后我就看他水哥，对水哥我就看水哥开始做嘛，然后自己做。好像也要很花钱，就是你要喷漆那些，然后那我就去问水哥代工，就问，哇靠，蛮贵的。然后好吧，那我觉得也要花钱，那不如我就是自己做看看，拿那些钱我来买喷笔、空压机，然后什么刻线刀啊、砂纸来自己做看嘛。对，然后就开始做了。那做了以后，你现在还觉得它贵吗？不贵啊。对，是不是？自己做了才知道，我们做代工根本是苦命啊。对啊，然后呢？后来做一做，就跑来做代工了嘛。然后后来想说，哇，代工一直做，现在也是蛮累的。想说就可以做个频道有收益的话，也可以加钱赚点钱。算结果做了频道以后，你发现怎样？算额外收入嘛。后来发现做频道之后，发现根本不会赚，根本不会赚，更累啊！你根本就是这个叫做浮屠塔吧？你根本是越陷越深，然后越赚越少对，因为你要多的一个拍片嘛，你还要剪接，时间又拉长，然后作品产出越来越少，然后经济收益越来越低。如果我做这一支没有人家找我代工的话，就等于我花这些成本、材料、时间都吃喜膏就饱。对，然后呢？对不对？然后没有说你的作品，就等于这次就是赔钱这样子。我真的，所以我尽量就是看有没有人代工嘛，就跟小邓老师一样。如果有人代工，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夸张的这样子。真的，所以我真的老实说哈，我们不管是达菲老师的频道，还是我的频道，或者是乔老师的频道，希望我们做什么厉害的作品，就是多多支持我们。对，就是买我们的工具啊，或者是跟达菲老师做代工啊，或者是支持乔老师的这个模型啊、玩具的销售，不然我们怎么有钱把它投回来？这个对啊，因为像电改这个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做频道，有可能说做旧化、改造机娘啊，其实观看也没有很高。而且那时候刚好出那个水系的魔女嘛，风铃啊，刘代刚好有出那个模组。其实那时候我不太会弄这种东西，我是做，然后想说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就有点不服输吧。结果就爆了，做出来哇！就爆了，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也很好玩的。请问你爆的那一集收益多少？3万块吧。可以吃不到1个月，应该3万多吧。所以各位真的，台币各位真的要知道这个行业有多难做，所以真的拜托你们好好支持一下这个电改材料包，把它买一买，然后开始去玩，然后达菲老师有开课就赶快去报名，不然这个下一次你就看我们全部都在打魔物，我们都变电动台啊！只要 PS5 只要有 Steam 我们就可以开节目。你看那个成本2000多块一片，还是1000多就有。真的吗？对啊，这么便宜对。好，所以如果各位真的还想看到模型节目一直更新，一直带来给各位更多作品，请这样拜托了呀！月底还有产命的，你要做 NG 产命你做啊。没有，阿志你要做吗？阿志做产命，你要做产命吗？可以啊。那你要做吗？我没有要做。那就阿志做，他自己说的阿志做，你自己说的产命。对，产命。做啊。好，你确定？你录他？产命是谁说要做的？谁说要做？你要做吗？
可以做啊，做啊。你喜欢吗？还好，那你为什么要做？我也没骗的，没骗，很无奈的要做。也不会啊，因为新人居也想玩看看。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跟风啊，那个不喜欢的我也是会买的。所以你不喜欢产品，但是要做看看。哎，对，要改灯吗？看，可以改个1-2个，改个灯啊，还是要喷嘴改一下，发个灯喷嘴亮一下，眼睛亮一下。哎呀，好啦，那就这样，片尾够长的啦。好了，没钱剪了啦。不用剪，不用剪，拜拜。你说你上次有做一支那个 MGSD 猎魔，超帅的。哦，对啊，那只猎魔做完，算那只不太好做，然后又没有人收，所以那部片就等于赔钱了。哦，那次你做多久啊？2个月吧，那只大概做2个月，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刀嘛，光线会发光。对。那只要卖多少钱？那只哦，大概卖5万块吧。他1个月才2万5，买套件有技术，然后全机打磨、刻线、对，喷漆、改灯，还有买那个电改的钱、材料钱全部进去，至少成本要扣1万，然后1个月才2万块。对啊。好了，那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请直接联络达菲老师，他的联络资讯在这里。粉丝团，谢谢。不要私讯我们啊，私讯我，达菲老师，私讯我。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